我打小就和旁人不一样，发芽、变金，凡我开口，枯木逢春，点石成金，都能成真。但父亲很清楚，这份能力对我有多危险。为了我能安稳健康的长大，父亲竟散尽千万家财请来仙人，将我的能力封印。自此过后，我成了一个哑巴，却也如了父亲的愿，慢慢长大了。可父亲去世不到3月，我那位一肚子坏水的继母就开始兴风作浪了。我的个乖乖！你是说这50两白银10匹蜀锦，只要把清月那个死丫头嫁去燕家，就都归我们了？那还能有假？燕家那可是江南名号响当当的织造世家，家底厚实着呢。不过，我得先把丑话说在前头。燕家那儿子命硬，自打摔断了腿，性子邪乎得很。前头定过3回亲，可那些新娘子刚抬进门就都横死了。这事儿你可得掂量清楚。怕啥？死丫头她爹刚咽气，家里正愁揭不开锅呢。她是老云家的种，就应该孝敬我这个当主母的。坊间都传，燕家大少爷双腿残废后，就是个克妻煞命的主，性子暴虐无常。这哪是嫁人，分明是要我去送死。娘，快让她嫁吧！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废物，能攀上江南首富燕家，还能换这么多真金白银，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嫁，马上嫁！今天就把那个造人新快进花轿抬走，不枉我白养她一场。从小，他们就仗着我不会说话，对我百般欺负。父亲死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对我动辄打骂。这般不知分寸，平白添了多少事端！既不肯认错安分，就跪在雨里好好反省。如此也好，反正父亲已经死了，留在这云家破院也只会继续受搓磨，倒不如嫁过去，搏一条生路。清月，到了燕家要懂事，千万别使小性子。燕家大少爷腿脚不便，性子难免急躁些，你多忍让。燕家可是江南顶富贵的门第，不会亏待你的。你若是敢半路逃跑，我就把你爹的坟给刨了喂狗，滚进去！臭哑巴，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活过今晚。这断头饭你就揣好了，在路上垫垫肚子，千万别做个饿死鬼。起轿喽！狗都不吃的馊肉也拿来给我吃。云嫣然，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恶毒。不过没关系，只要过了今晚，禁咒一解，我就能开口说话了。到那时，一切都会改变。坊间都传燕家大少爷重伤，瘫在榻上动弹不得，燕家便让堂妹换上了男子的蓝衫，带兄与我拜堂。夫妻对拜。很好，至少没让我抱着公鸡拜堂，也算给足了体面。礼毕，送入洞房。你们赌他能活到明儿个天亮吗？听说这丫头是个哑巴，死在屋里连声惨叫都发不出来。燕家大房这邪性地方，悬喽！棺材板和无字品位都提前备好了，燕家这是早算准了，我今晚一定会死。媳妇，燕家的大少爷脾气暴虐，别蘑菇了，快跟我走！清都少爷，喜娘把您的新婢给您送来了。滚出去！哎，我这就走，这就走。这便是传闻中摔断了双腿，克死过3回心腹的江南第一织造世家大少爷燕清都。匣子里的银票足够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拿了钱就从后门滚吧。我们这桩婚事是我家老太爷强行安排的，并非我的本意。我如今不过是个苟延残喘的废人，不想连累你这好人家的姑娘。你别怕，院里那口棺材是做戏给外头人看的。明日一早，我便对外宣称心腹暴毙，届时自会有人接你离开江南。原来那些被他克死的新娘，竟都是被他般悄悄放走的。没想到他不但生得俊朗清贵，骨子里竟还是个心善之人。怎么，是听不懂人话，还是真想留下，陪着我这个废人蹉跎一辈子？糟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叫了？饿了。那边食盒里有几块千层酥，吃完你就拿着银票走吧。千层酥是什么金贵东西？好香，这就是千层酥吗？快吃吧。
这是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那边茶壶里有水，别噎着。这还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尝到这般美味的东西。这么爱吃啊？那这整个食盒你都拎着，留着路上吃。我在后院角门安排了心腹小厮，他会备好马车送你离开江南。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别再回来。听不懂人话吗？拿上银票，走。怎么，嫌少？你不走，跟着我这个废人，这辈子注定就是守活寡。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滚啊！你帮我倒杯水吧。云家送你来，明摆着就是让你在这燕府等死的。可你还是来了，倒是个不怕死的丫头。你不会说话，哑巴也好，倒是比那些聒噪的女人强。不过你残缺，我瘫痪，你我这般，倒真算得上是同病相怜了。既然不愿意走，那便留下吧。你放心，跟了我，我就算断了双腿是个废人，也能保了后半辈子衣食无忧。时辰到了，燕青都，你的腿会好的。谁在说话？刚刚是你在说话？我真是病得连脑子都疯了。你一个哑巴，怎么可能说话？燕青都，你的腿会好的。没人知道，我并非天生口不能言的哑女，而是被人下了禁咒，封了嗓子。发芽，我天生拥有言出必随的神力，能枯木逢春，也能点石成金。救命啊！救命啊！雨婷，可这通天大的本事，每用一回都要折损我的手，更会反噬自身，让我这一世六亲全薄，注定孤苦伶仃。你这命格太重，这凡间的运道剩不下你的福气。老道今日封了你的嗓子，全当替你掩去天机。就在刚刚，子夜亘古敲响，我年满双10，这禁咒封印终于彻底解开了。不疼了，我的双腿居然不疼了。自摔断双腿以来，每日清晨如万蚁尸骨般折磨我的剧痛，今日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这怎么可能？难道只是一时的侥幸？今日恰好不疼了？燕青都，我言出法随，金口玉言，你的腿已经彻底好了。今日是他过门的第一日，于情于理，我也该带他去正堂拜见父亲母亲，敬一杯媳妇茶，全了他在燕家做少奶奶的体面。能劳烦你将这轮椅推到床边来吗？我自己可以，不用扶。怎么感觉双腿刚刚似乎能使上几分汗力了？难道这又是我的错觉？燕青都，你昨夜送我千层酥，我今日便送你一场新生。清月、清都，你们过来了。哎呦，这小手怎么凉得跟冰块似的？快去那边的寿金炭盆边烤烤暖和暖和。在云家，寒冬腊月里，柳双枝只会把我的手死死按进结冰的水窟窿里，逼我洗全家的衣裳。怎么会让人烧炭盆给我暖手？张嬷嬷，快把早膳都端上来，可千万别饿着我家的媳妇儿。热气腾腾的软糯白面饽饽，还有油亮红润的红烧豚肉。在云家，我只能吃云嫣然挑剩下的残羹胆饭，运气差时连馊食都没得吃，只能生生饿着肚子。而眼前这些，是我逢年过节都盼不到的珍馐。燕家对我真好。清月，多吃点儿。瞧你瘦的这小身板，在那丧了良心的云家，肯定没吃过一顿饱饭吧？多吃些，往后燕家就是你的家，敞开了吃。糟了，我怎能这般粗鄙？燕家可是江南首屈一指的体面门第，他们定会觉得我毫无规矩，给清都丢了脸面。清月，往后这里便是你的家，
无需拘束，想怎么吃便怎么吃。他们不但没有嫌疑我，甚至看我的眼神里满是心疼。这便是有家的感觉吗？慢些，没人与你抢，擦擦嘴。傻孩子，慢点吃，咱家的饭份管够。往后你想吃什么，娘让小厨房变着花样给你做。快，再多吃块肉。在云家，我命如草芥般低贱，受尽柳双枝的欺凌谩骂，活得甚至不如左邻右舍养的黄皮狗。可在燕家，他们却真真切切地把我当成一个人，一个晚辈来疼惜，真好。父亲，您在天之灵看到了吗？女儿嫁了个好人家，她常年双腿有疾，整日困在这沉闷的屋子里，定是闷得慌吧。不如我去后花园捡些应季的鲜花，将这清冷弄的屋子装扁得有生气些，她也好散散心。等会儿将这些花插在白瓷净瓶里，摆在案头，清都瞧见了，心里定会舒坦些的。哟，这燕家新过门的小媳妇心可真够大的，自家男人都快病得半只脚踏进黄泉了，她竟还有这个闲情逸致，在这儿摘花弄草呢。哼，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里来的不安分的丧门星，盼着男人早死来找下家呢。我呸！怪了，我骂得这般大声，他怎的连个响动都没有？哼，难不成这丧门星不仅是个哑巴，还是个聋子？哼！哎呦喂，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燕家为了冲喜花大价钱买回来的那个哑巴心符吗？听说你才刚克死了亲生爹爹，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扫把星。燕家老太爷爷真是瞎了眼，宁愿要你这种克父的废物，也不要我家那模样周正、八字旺夫的闺女。放着好好的黄花大闺女不挑，非得弄个晦气东西回来，真是作践燕家那偌大的家业。滚远点，别在这儿碍我的眼！看什么看，臭哑巴！怎么，你指着这烂花，还想让我低头给你剪下来啊？一个克死亲爹的哑巴丧门星，也配让我给你剪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今日不但不剪，还要把你这晦气东西摘的花全给踩烂！你个连话都说不出的废物，还敢跟我动手不成？呸！不过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女，我今日好好羞辱她一顿，正好让坊间的四邻瞧瞧我的厉害。谁让这贱蹄子抢了我闺女嫁入燕家做少奶奶的大好姻缘？我本想在这燕家安稳度日，既然你非要自己往刀刃上撞，那我就成全你。王翠婆，你在这满嘴喷什么粪呢？燕家主母，我这不也是好心，想着替您教训教训这不祥的丧门星吗？哪儿不祥了？清月一进门，我家清都便肯出屋子用膳了，人也精神开朗了。他分明是我燕家的福气，是清都的福星。你若是再敢在我燕家门前搬弄是非，欺负我家这老实懂事的孩子，我这就拿了燕家的名帖，扭送你去县衙见官，治你一个寻衅滋事、污蔑良善的罪名，看县太爷打不打你的板子。得，真是不识好歹，把好心当成驴肝肺，活该你燕家娶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哑巴。哎呀！清月，别怕，你既然是我燕家过了明路、八抬大轿娶进门的儿媳，往后这燕府便是你的家，有娘在，谁也别想动你一根石头。以后若是再有这等不知死活的泼妇，仗着你口不能言便欺负你，你管同娘说，娘立刻带几个家丁过来，亲自打烂他的嘴，给你撑腰。从小到大，还从未有人这般不计代价的护过我，婆母待我竟是如此真心。我本以为我只是燕家花银子买回来冲洗的一个物件，注定要在这深宅大院里养人鼻息、孤苦伶仃的熬日子。没想到，这世上竟还有人真真切切的把我当成亲闺女来疼惜，哪怕只是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我云晴月发誓，此生也定要护住燕府上下满门周全。
刺扎着了吗？快，让我看看。怎么样？伤口深不深？疼不疼？快让我仔细瞧瞧。怎么这般不小心？这满屋子的花不要也罢。若是伤了你的，可怎么好？我站起来了。清月，你瞧，我能站住了，我真的站起来了。看来炎灵的神力已经彻底重塑了他的筋骨，将他的双腿治愈了。哪怕只是老天垂怜，让我能暂且站立片刻，此生我也知足了。清月啊，清都自从伤了腿，最是不喜出门，怕被外头那些不相干的人指指点点，编排闲话。所以今日你回门，娘就没告诉他。你别怪娘，娘亲自陪你去，绝不让你独自回那虎狼窝，受那柳双枝的委屈。哎呀，瞧我这记性，光顾着让家丁提着这些红旗喜蛋和糕点，特意给你继母备的那盒上等血烟和2匹装花缎，竟落在堂屋的八仙桌上了。这回门可是规矩大事，咱们燕家的礼数绝对不能失了，平白让人看清了你。清月，你先在这门外等片刻，娘脚程快，坐马蜂速去速回，你千万别自己先进去啊！哥，你的腿，你能站起来了，你竟然还能走路了。嘘，婉婷，别声张，我这腿才刚刚恢复些知觉，还没完全大好，怕万一有变，又让父亲母亲白高兴一场。好，我不说。不过嫂嫂可真是咱家的天大福星，她这一过门，哥你这断了许久的腿，竟然就能走路了。哎呀，哥，你快别练了，我刚想起来，今日可是嫂嫂3招回门的日子呢。你怎么能让她独自去面对云家那些豺狼？你应该亲自去给她撑腰才是啊。什么回门？哎呀，哥，新妇嫁进夫家，3招都是要回门省亲的，他才把嫂嫂从放过去。若是你这新姑爷没跟着去，嫂嫂一个人回云家，她又口不能言，孤零零的连个帮腔的人都没有，肯定要被他那恶毒娘家随意编排羞辱的。清月，不行，我要去云府。若是他娘家那些豺狼敢动他一根汗毛，我燕青都定不会放过他们。婆母区取落下的礼品，怕是一时半刻还赶不回来。要回门省亲的吉时与礼数耽误不得，若是去迟了，只怕又要落人口实。我只能先进去了。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死哑巴呀！怎么就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回来了？你那高门大户的夫君呢？那个瘫在榻上连路都走不了的死残废呢？他怎么都没来陪你回门？难不成是人家燕家早就厌恶了你，嫌弃你是个倒贴的富胆晦气东西，连装都不愿意陪你装了？云嫣然，你这副恶毒的嘴脸，还真是一如既往。臭哑巴，你就只配吃这些泔水！等你被抬进燕家给那个残废冲洗，燕家给的那笔丰厚聘礼，正好够我去锦绣阁多裁几身漂亮的衣裳。怎么回事？怎么感觉这小贱人今日周身的气度竟和往日大不一样了？看什么看？别以为你嫁给江南首富的大少爷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那燕青都是个克妻的煞星，你迟早横死，活不了多久了。我看你带回来的这些好东西，不如就留给我补补身子，也比白白浪费在你这个没人疼的短命哑巴身上强。你个死哑巴，反了天了，竟然敢跟我动手！哎呦，姐妹俩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瞧我这记性，方才在屋里忙活家计，竟忘了今日是清月回门省亲的大日子，怎么还站在外头吹风？快进来吧。她们母女在外人面前装得跟朵楚楚可怜的白莲花似的，背地里却恨不得敲骨吸髓，榨干我的最后一滴血。既然今日回了这扇门，那咱们以前的旧账也该一笔一笔的算清楚了。娘，您都不知道，这个臭哑巴如今能耐了，方才居然敢在这院里动手推我！
云清月，你才刚回门就敢欺负嫣然，真是嫁进燕家没几天就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下贱身份，忘了这云家到底是谁说了算。您快给我做主，好好收拾这个贱蹄子。好，娘这就给你做主。街坊四邻都快来瞧瞧呀！我家这狠心的大丫头，如今嫁了个连路都走不了的废人，自己心里憋屈，就跑回娘家拿她妹妹撒气呀！哟，真是能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女，竟然还欺负起自家人来了。她就是瞧我们家嫣然出息了，寻了个身强体壮又能干的如意郎君，她心里头记恨着呢。自己命贱如草，只能嫁给燕家那个半死不活的摊子，这就跑回娘家使坏来了。现在就这般欺负妹妹，林后还不知道要怎么搓磨我这把老骨头呢。没事的，娘，往后女儿孝敬您。我的情郎又康健又能干，往后肯定能让咱们过上顿顿山珍海味、穿金戴银的好日子，不像他守着那个站不起来的残废，这辈子注定只能吃苦受累，在燕家当一辈子的粗使婆子。抗健能干的如意郎君，一个成日在市井赌场里厮混的三教九流泼皮，也配称作是好良人。你们母女俩这出双簧唱的可真是绝妙，不过是仗着我口不能言，想先声夺人压我一头，好掩盖这些年你们苛待我的丑事，倒打一耙罢了。我看谁敢在这儿欺负我燕家的少夫人！哟，原来是燕家主母啊！您是有所不知，清月这死丫头方才竟然动手欺负嫣然，我这做母亲的正训导她规矩呢。柳双枝，你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教训我燕家的儿媳？亲家夫人这话说的可就不在理了。我好歹是云家的主母，怎么就不能教训她了？我燕家讲究高门礼目，好心备下后账，让她3招回门。你们母女俩就是这般待她的？你们这哪里是训导，分明是折辱欺凌！哟，燕家主母好大的威风啊！在这云家的地盘上，我便是欺负她了，你又能拿我怎么着啊？你那宝贝儿子燕青都，那就是个站不起来的废人。整个江南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就算你们燕家有几间织造坊，有几个臭钱，又能怎么样？他还不是连自己的媳妇儿都护不住，连个3朝回门宴都不敢露面，当缩头乌龟。说到底，他就是个没用的废物，受了委屈还得靠你出头，真是不嫌丢人。你胡说八道！我儿青都的腿早晚会好起来的。你若是再敢污蔑他半句，看我不先撕烂你这张喷粪的嘴！反正大家伙儿心里都明镜似的，一个不能言语，一个卧病在床，这身子啊，怕是这辈子都难有起色喽。他们母女从前在云家百般欺辱我也便罢了，如今竟然还敢这般折辱护我的婆母和清都，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教训。你方才说谁这辈子都没指望站着做人了？你不是瘫了吗？你怎么能走路了？你不是瘫了吗？你竟然能走路了！清月，对不住，我来迟了。燕青都，你大病初愈，竟然为了我强撑着走了这么远的路过来。方才是谁在这你一狂吠，骂我燕青都的妻子是没人护的丧门星？如今当着我的面站出来再说一遍！大少爷，老奴带人过来了。您吩咐要拿的东西，老奴也都全数带来了。哎呦，这位不是燕府的大管事燕客吗？听说他可是燕家老太爷手下最得力的心腹，掌管着燕家几10家制造坊的进出账目，他怎么亲自带人来了？燕青都，你带着外人强闯，是想造反不成？这是我云家内部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姓人来多管闲事。就是，你少在这里装腔作势。就算你能站起来又怎样？也休想插手我们云家管教女儿的家事。你们苛待她10余年，如今更是为了贪图那点聘金，算计她替嫁冲喜。这些桩桩件件的安拉事，你们真当能一手遮天，无人知晓吗？各位街坊四邻都睁大眼睛瞧瞧，这是前几日
柳双中托媒婆以50两雪花银的价钱强行卖女的契书，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哎呀，竟然真的是卖女儿换银子，真是猪狗不如的畜生啊！我作证，我亲眼见过柳双枝把清月锁在柴房，连口饭都不给。那毒妇还把发酸的泔水往清月身上泼。呸！真是黑了心肝的毒妇，这等丧尽天良的事儿都干得出来，也不怕遭天谴。亏得那云嫣然还装得跟朵楚楚可怜的白莲花似的，背地里竟这般歹毒，真是令人作呕。这样坚定有力的护持，是我此生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这10几年来，在云家受尽欺凌委屈，从未有一人肯为我出头声讨，可他竟愿意为了我抗下所有流言，如此不遗余力地护着我。柳双枝、云嫣然，今日当着众街坊的面，我燕青都把话放着。从今往后，云清月与你们云家彻底恩断云绝，再无半分瓜葛。从小到大，你们母女俩肆意算计我，辱骂我，为了活命，我忍气吞声了10几年。但如今枷锁已破，神力已复，我再也不会任由你们这般随意拿捏。云家的账，这才刚刚开始。从今往后，这云家的一切与清月再无半点瓜葛。你们若是再敢不长眼，招惹他分毫，我江南燕家必10倍、100倍、加倍奉还，绝不轻饶。另外，云嫣然小姐，您之前四处托人走门路，妄图进我燕氏名下的江南第一绣庄做掌事绣娘，老奴现在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答复你，您这辈子都别想跨进我燕家任何一间织造坊的半步。清月啊，我错了，是母亲错了，是我被猪油蒙了心肝。你就看在咱们好歹母女一场的份上，帮你妹妹求求情，帮她一把好不好啊？张姐，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帮帮我，我不能没营生啊！清月，我们回家。活该，断得好，断得痛快！燕家大少爷好样的，这种黑心肠的恶毒人家，就该让他们自食恶果。可不是嘛，有燕家大少爷这么霸气的护着，以后在这江南地界上，看谁还敢不长眼欺负咱燕家的福星少夫人。燕青都，谢谢你，在所有人都将我视若草芥，嘲笑我是个无用哑巴的时候，是你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昭告天下，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是你捧在手心的珍宝。昔日因果今日断，属于我云清月的新生，从这一刻才算真正开始。大少爷，您这双腿终于能大好了，这可真是咱们全坊上下的天大福气啊！这位是？这是我的正妻，燕家少夫人云清月。从今日起，她就是这江南织造分坊的大掌柜。日后坊内的大小事务，皆由他全权定夺。他的决断，就是我与老太爷的决断。让一个整日在内宅围着灶台转的哑巴妇女来掌管这偌大的织造坊，哼，燕家怕是急昏了头了。不过也好，正好趁着哑巴什么都不懂，把账面上那笔大亏空彻底作死，来个死无对证。原来是少夫人，云大掌柜，日后坊里的差事还请您多加指教。别怕这些繁杂的数目。看这里，在商贾的账册里，用朱砂赤笔注记的代表支用与亏空，用黑墨写下的代表进项与盈利。这位张管事是在商道里混布多年的老油条了，手脚很不干净，最喜欢在这些账目里掺水作假。你心思缜密，人又聪慧，学得比谁都快。父亲正是看中你这一点，才决定将这处至关重要的分房交于你来打理。你只管放开手脚，大胆去查这些旧账。记住，有我在你身后撑腰。这房里绝没人敢欺负你分毫。账册虽做得精巧，但这笔棉纱采购价比市价每补足足高出3块银元，可入账却写低劣纱，这漏洞大的简直是掩耳盗铃。燕管事，去把张管事给我叫来。张管事，你自己看看这账目，棉纱采购价高出市价3块银元。可入库记录写2级劣纱，实际领用的全是廉价次品，这中间的巨额差价究竟进了谁的口袋？大少爷，少夫人是个外行人，定是她看错了账目吧？这些账目乃是机密，她一个外姓妇人，凭什么翻查？张管事，当着我的面想销毁证据，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我没有，大少爷，您听我解释。正是我的疑问，燕转世，立即清查所有账目。账目无误，张管事虚报采购价，赃款整整200块银元。
各位工友听着，这织造坊绝不是某些蛀虫吸血的温床，即刻起罢免职务，永不录用。且云大掌柜有言，追回的银元全部用于改善食堂伙食，今日起加肉加菜。云大掌柜好样的，这心是实打实向着咱们的。既然他将这重担交付于我，我便定要还这芬芳一片清明，让他再无内忧之虑。都看什么看？干你们的活！我是燕青都的亲堂哥，这燕家的产业以后少说有我一半，我想怎么歇着就怎么歇着，谁管得着？燕承泽，这是生产织造的重地，按燕家家规，严禁在作坊内饮酒闹事。我喝我的酒，关你个奴才什么事？你不过是燕家养的一条狗，少来管老子的闲事儿！云大掌柜查出这批新料子的入库单数目根本对不上，请燕主管当众解释一下。解释？你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外姓娘们儿，懂什么打理生意？老子拿的是燕家的工钱月例，你管得着吗？云大掌柜说了，既然燕主管醉得厉害，那就麻溜的滚回家去醒醒酒。等酒醒了，记得自己去账房给个交代。大少爷，都查清楚了，燕承泽这个月光是搬运布匹的运脚银就虚告了整整3笔，私吞了分付20两银子。而且他整日在作坊酗酒，引起职工们很大的不满。青都，你顾念骨肉亲情，但他却是在自掘坟墓，毁你的织造坊。去，叫他过来。青都，急着找我做什么？我那儿正忙着呢。忙着喝酒，还是忙着吞我这分房里的银两？我是你堂哥，拿你点银子怎么了？打理那破作坊全是苦力活，老子挂个名字是给你面子了。青都，青月啊，青都，承泽他爹当年毕竟对咱燕家有过恭情。你看在骨肉亲戚的颜面上，让他把私吞的银钱补上，就从轻发落了吧，别伤了燕家的和气。听见没？你娘都发话了，让你别跟我计较。母亲，国有国法，坊有坊规。燕承泽，从现在起，你这主管事一职被罢免了。燕管事，把他中饱私囊的暗撒事全给我写清楚，贴在照壁上，即刻将其逐出织造坊。叶青都，你疯了不成？为了这么一个外姓女人，你连嫡亲的堂哥都不要了？我是为了这房里几百号张嘴等着吃饭的织工绣娘，带走。开除的好，这吸血的蛀虫早该踢出去，省得祸害咱们干苦力的。云大掌柜有令，往后这燕家分坊不论亲疏，不看裙带，提拔用人只看各位的真本事和好人品。第1织衣坊的王班头因平日做工踏实，尽职尽责，云大掌柜特令，即日起由你暂代织坊主管事一职。多谢云大掌柜赏识，小人定当结草衔环，为坊里拼死效力。好你个云清月，好你个燕青都，我居然真敢把我扫地出门！你们给我等，绝不会放过你们！我这就去寻对接的死对头吴大东家，定要让你们燕家赔得倾家荡产。大家都听说了吗？外头都在传，咱们坊里这批赶制的流光锦全是劣等残次品，现在江南几个大苦部的红气全给退了。我还听说燕家快揭不开锅了，如今账房里1文钱的现银都没了，下个月若是发不出工钱，咱们全家老小都得跟着喝西北风。你们懂个屁！我还听人说燕家大少爷打算卷着剩下的银票连夜跑路呢。这可如何是好？咱们可都指望这笔血汗钱活命啊！好办，今日咱们就堵了坊门，逼燕家把下个月工钱先结给咱们。要是不结，咱们今日就罢职停工。大家静一静，都听我说。目前分坊运转一切如常，外头传的残次退单之说纯属无稽之谈的谣言。燕管事，把商会的验书贴出来。各位工友瞧好了，这是江南商会联合布政使司下的验货合格文书，咱们的锦缎全都是上等品，大家的工钱也会按时足额发放，请大家务必相信大少爷。一张盖个红印的破纸，谁不会造假？他这分明就是想拖延时日，稳住咱们，好连夜跑路。大家别信他的，冲进作坊里去，翻了那些金贵的织机，抵咱们的工钱啊！我看谁敢乱动！大家静一静，只需给我3日，3日后，我燕燕青都定会给大家一个彻彻底底的交代。快带大少爷去杏林医馆，快呀！燕青都，你千万不能有事。你若是因为护我而出了差池，叫我如何安心？
少夫人，老奴查到了，今日在房里散布谣言、煽动情绪的那几个恶徒，前天夜里有人瞧见他们与对接吴氏制造铺的长伴在酒楼私下碰过面。咱们分房制的锦缎根本没有任何规制问题，全是那姓吴的毒商买通内贼设下这等下烂的毒计，非要将咱们燕家彻底整垮不可。只要你们在分房里制造风波，让工人们人心惶惶闹起来，这些银子便全赏给你们了。事成之后，本东家另有重赏。那个失手推倒大少爷的职工，如今也吓破了胆，在医馆外跪地不起。他不过是个被人挑唆利用的蠢货，真正在幕后要置大少爷于死地的，分明是那姓吴的恶商。做出这等丧尽天良之事，他迟早要自己承担因果，付出血的代价。大少爷头部遭受重创，导致颅内骨缝处淤血积聚，压迫了神识，目前已陷入深度昏迷。此等凶险之症，若是天可见怜，兴许3、5日便能转醒。可若是熬不过去，这辈子都只能是个缠绵病榻的活死人了。我可怜的儿子啊！老天爷为何这般不开眼，竟要这般折磨我的庆都？燕青都，若是没有了你，这燕家便要塌了。你快些醒过来，好不好？燕青都，你会醒来，从此平安顺累，长命百岁。怎么会毫无反应？难道我的炎灵之力失效了？好痛！难道连炎灵的能力也救不了你吗？青都，清月，方才在混沌中，我好像听到了你的声音。你不是哑巴，对不对？是，我从来都不是哑巴。是你救了我，对吗？这回是真的再也瞒不下去了。是我，青都，全都是我。我自幼便生来带着一种异能，名为炎灵。凡我开口，枯木可逢春，点石可成金。这等神力太过惊世骇俗，若不刻意藏拙，势必会招来无妄之灾。故而这些年，我只能一直以口不能言的哑女示人。我怕向世人解释不清，更怕你们将我当作妖邪怪胎。这次你命悬一线，为了救你，我也是动用了这炎云之力。所以，当初能让我那双废腿断骨重生，重新站立起来的，也是你，对吗？也是我。算起来，你都救了我2次性命了。我究竟何德何能，竟让你如此舍命相待？我这是……你值得，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值得。那动用这等逆天的神力，可有什么反噬的代价？有，你当真以为我天生命运多舛，双亲元宝，受尽娘家苛待，只因我是个不受宠的孤女吗？这些皆是这炎灵之力带来的命格反噬。是我无能，竟让你为了救我，动用这等折损自己气运的神力。清月，你听好，从今往后，无论发生什么，不管我伤得有多重，哪怕这燕家的织造坊全盘倾覆，家财散尽，我也不许你再动用这股力量分毫。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是你的夫君。这燕家外头的狂风骤雨，理当由我来挡。我绝不准你拿自己的命来换我的安稳。好，我都听你的。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是那个救他出泥沼的良人，是他的救世主，却没料到他才是那个一直默默忍受反噬，用逆天凝神力忽悠着我，忽悠着整个燕家的神明。清月，这上半生你护了我，这一辈子换我拿命来守着你。发工钱！发工钱！燕家还我们血汗钱！燕家还我们血汗钱！燕家还我们血汗钱！发工钱！各位街坊工友，青都他如今还在医馆，未曾转醒，
燕府里能当的字画古宝全都死当了，求求大家念在往日的情分上，再宽限我们3日吧。等南北商行的回款一到，下个月的月例工钱定会一文不少的补发给大伙儿。呸！燕府主母，这话你3日前便糊弄过咱们了。你们燕家如今内库空虚，连大锅饭都快揭不开了，拿什么真金白银给咱们发工钱？大家别同这妇人废话，燕家早就是强弩之末，山穷水尽了。大伙儿冲进作坊里，把那些黄花梨木的织机全砸了，当柴火卖，好歹能换口活命的糙米饭。住手！你们简直放肆！我看谁敢动燕家的基业！我看谁敢乱动！这不是燕家少夫人那个哑巴吗？他怎么会开口说话了？你一个被娘家扫地出门、无依无靠的孤女，如今燕家大厦将倾都要倒了，你哪来的底气在这跟咱们装腔作势？别想拿主母的款和几句软话就打发我们！今日若是不见真金白银，咱们绝不罢休！谁说我燕家拿不出银钱了？宴客，抬上来。是。开箱。四老天爷！老天爷，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般多的金子，这得抵多少万两白银啊！燕家不是已经砸锅卖铁变卖家产了吗？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宝贝？大家别被他们给骗了，这金子绝对是假的。燕家如今是个什么况，我最清楚。家里的田产铺面、宅院红器全抵押给钱庄了，哪里拿得出真金白银？这肯定是他们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破烂黄铜，外头裹了一层薄薄的金箔。这胆子越发大了，专门拿来唬咱们的障眼法，就是为了拖延时辰，好连夜潜逃。大家伙看好了，真金不怕火炼，假金一颗便现原形。我今日就来戳穿燕家的骗局。哇，连磕破的印子里都是金灿灿的，这成色，这压手的重分量是真金，绝对是真金！这怎么可能？居然是真的！是真的，真的是纯金！燕家底蕴深厚，财力当真雄厚。咱们竟然被这等小人挑唆，差点毁了赖以生存的饭碗。还有人质疑我燕家拿不出银钱，质疑这些金储是假的吗？大家伙儿，别被眼前的金子给晃了眼！谁家正经商长能随随便便一口气抬出这几大箱纯金？这燕家若是真这么有钱，早晨发不出愿力的时候干什么去了？这里头肯定有诈！他就是想先用这些金子梗住咱们，好等燕大少爷身子大好了，再秋后算账，把咱们一个个扫地出门。看来方才那一砸，还没能砸醒某些人的贼胆。这王铁柱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头挑事，甚至不惜拉着燕家玉石俱焚。背后若是没有人在暗中指使撑腰，他一个普通职工，绝不可能这般卖力。王铁柱，你3番5次带头生事，不惜盼着燕家倾家荡产，也要煽动大家闹事罢之。你处心积虑，到底存的什么黑心肠？我这是为了大家伙的血汗钱着想，燕家分明就是个空壳子，我怕大家被你这个满口谎言的妇人给骗了。为了大家，你到底是在替受苦的职工们说话，还是暗中收了昧心钱，在替对接的吴大总家当暗探办事？他怎么会知道吴大东家？坏了，这女人难道真的查清了底细？王铁柱，你倒是说话呀！大掌柜问你呢，你是不是真收了那姓吴的黑钱，故意来砸咱们大家伙的饭碗？燕家分坊容不下吃里扒外的蛀虫。王铁柱，从这一刻起，你被正式驱逐出坊，江南燕氏名下所有的织造坊，对你永不录用。你凭什么叫我扫地出门？我是这坊里的老职工了，就算要走，你一个女人凭什么在这燕家发号施令？夫人的决断，便是我的决断。燕管事，去把他的上供契书拿过来，让他画押滚蛋。云大掌柜，是我们猪油蒙了心，听了王铁柱那厮的鬼话，以为燕家真要抛下咱们不管了。是啊，云大掌柜，咱们对天发誓，往后再也不听信那些风言风语了，一定安分守己的在坊里做活。燕家平日里待咱们不薄，这节骨眼上我们却跟着聚众闹事，咱们真不是个东西。燕家待你们确实不薄，
可在把我燕家内忧外患之际，你们不思同舟共振、共度难关，反而为了一己私利，带头拒人生事，污蔑东家。你们这等两面三刀、落井下石之人，我燕家断不敢再留。宴客，给大家核算月役工资。今日但凡参与闹事者，一律驱逐出访，永不录用。云大掌柜，凡事留一线，你别把事儿做得太绝了。咱们这一走，你这分房里少说也得空出一大半的人手。哼，没人上级织布，你作坊里那些金贵的织机就是一堆不值钱的废木头。就是，没咱们这些熟手的老师傅撑着，看你怎么赶得出那些大主顾的单子。到时候分坊交不出私帛，赔了违约的罚金，燕家照样得倾家荡产。原来如此，他们这是吃准了我分坊眼下人手短缺，料定我不敢真的将他们徐庶扫地出门，这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的要挟主家。真当我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吗？既然你们觉得离了你们，燕家分房就得瘫痪，那现在就请各位交出房里的对牌，结清月例，立刻走人。燕家危难之际，你们不思共度难关，只想着聚众闹事、落井下石，这等趋炎附势、忘恩负义之人，我云清月绝不留用。走就走，老子就不信了，你还能从地缝里凭空变出百10号鼠手来！大家伙走，等这作坊停工倒闭了，看他怎么哭丧着脸求咱们回来！啊！你们自以为拿捏了燕家的命，在分坊最艰难之时落井下石，却不知我早有防备。今日被逐出燕家，全是你们咎由自取。从今往后，这燕家分房的一切，与你们再无半点瓜葛。滚！清月，你做得对，燕家的织造坊要的是上下一心，同舟共济，绝不是一群随时会反咬主家一口的白眼狼。破而后立，这不过是重整燕家的第一步。来日方长，我定要让整个江南，乃至天下各州府的手艺人都挤破头的争着抢着，以能进我燕家的大门为荣。不过，清都、清月，今日在分坊门前镇住场子的那4箱赤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啊，那可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这若是来路不明，父亲、母亲，您二老放心，那是我早年在外跑商时，托几个过命的弟兄，在塞外倒腾紧缺物件，一点点攒下的私账家底，一直存着备用应急，没敢跟家里说，也是怕走漏风声，招了贼人惦记。清月也是刚知晓此事，是我让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把金楚抬出来压场子、稳居心的。只要来路正，能保住咱们燕家的基业，比什么都强。不过清月，你这嗓子是什么时候能开口说话的？父亲、母亲，对不住，瞒了你们二老这么久。清月以前在云家受了他继母的苛待和惊吓，嗓子便一直紧着。他初来乍到，怕贸然开口解释不清，惹来麻烦，才一直装作口不能言。如今分坊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为了咱们燕家，这才强忍着恐惧踏出了这一步。好啊，如今嗓子好了，清都的腿也大好了。清月啊，你就是老天爷赐给咱燕家的福星。清月，这一阵子你为燕家干的桩桩件件事，母亲全都看在眼里。不管是雷厉风行的查账，揪出房里的蛀虫，还是今日抬出金锭，镇住那帮闹事之功的气魄，母亲活了大半辈子，极少见到像你这般有手段、有胆识的姑娘。孩子，这些地契和红章以后都交给你来管，这个家交到你手上，母亲最放心。以后织造坊里的事全由你说了算，母亲给你撑腰。燕家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我绝不能辜负。身体才刚好了一会儿，就这么拼命。京都，我仔细看了账目，咱们分坊如今最大的开销全压在生丝和伊莎原材的采买上，而且我发现那些私商给的货品相参差不齐，这极大的影响了咱们后续织锦的成色。我想亲自接手原料采买与品相把控这一块。咱们燕家绝不能总受制于那几个黑心供货商。好，都听你的。这步棋虽说走得长远些，但根基扎得最稳。你想怎么做，我都依你。公事既然谈完了，那现在大掌柜能不能匀出一点时辰给你的夫君了？你已经盯着这本账册看了大半个时辰，却连一眼都未曾分给我。哪有你说的这般夸张？方才咱们不是在说正事吗？清月，多谢你，多谢你肯留在我身边。清月，你愿意真正成为我燕京都的结发妻子吗？我愿意。
这本该是盛产棉袍的宝地，如今却成了江南百姓的伤心地。老人家，这片地瞧着底子很是肥沃，怎么大家伙儿都宁愿荒着，也不肯种点活命的庄稼填肚子？这播种要本钱，沤肥要本钱呐！去年遇了100年不遇的大旱，棉头全死在了田里，家家户户把活命的口粮都赔了个底料。如今这江南的生丝和棉桃全被那几个大商贾联手垄断了，压根儿没有人愿意按原价收咱们的棉花。大家伙是真怕了呀！种了也是等死，不种，好歹还能留着那点买命的铜板。不敢种啊！既然大家不敢种，那我云清月就替你们种下去。父亲、母亲、清都，我想把城郊那几百亩荒废的田地全部盘下来。买地？清月，你买那些荒废的死地做甚？清月啊，咱们分坊才刚缓过一口气来，今日那4箱赤金虽多，可也不能这般平白糟蹋了。若要棉花原材，咱们去找那些相熟的大商贾匀一些过来，不就行了？那些大商贾给的棉花，好坏全凭人家的良心。我要将这几百亩荒地全部盘下来，免费发放给周边的贫苦百姓，并配上最优质的棉种，派出咱们坊里的织棉师傅亲自去织的。待到秋收棉花熟了，咱们燕家再以高出市价1成的价格全数回收。不仅要买地，还要白白给他们送棉种和师傅，最后竟还要高价买回来。孩子，你这分房是在散财济仓，哪里是在做生意啊？父亲、母亲，儿子倒觉得清月这步棋下的极妙。咱们此举不仅是买地，更是买人心。有了咱们自己掌控的棉田原材，往后江南府便再无人能卡得了咱们燕家的脖子。高出那1成的收购价，更能让全城的百姓都感念燕家的恩德。这份口碑与名望是多少金子都换不来的。只要清月想做，儿子定全力支持。盘地种棉，看似是在自寻烦恼、散财济世，实则我是在为燕家的长久生计修筑一道谁也攻不破的铜墙铁壁。今日在正堂，我本以为你会觉得我的举措太过惊世骇俗，过于激进了些。父亲母亲只以为你是心软，想接近那些贫苦百姓，却万万没看出来，你这是要在园亭上彻底垄断整个江南最顶级的原料货源。那可就要看你往后的表现如何了。遵命，明日一早，我便陪你亲自去衙门，把官印文书全数办下来。云大掌柜，你们燕家说要买地种棉袍，还出高价回收，这世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莫不是想设个套，把咱们手里剩下的那点薄田骗过去，再把咱们全赶走吧？就是，咱们这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可从来没见过白送种子的东家，只怕是你们那种子有蹊跷，到时候长不出棉桃来，还得反过来逼着咱们赔银子。各位乡亲，我云清月今日间亲自站在这里，就绝没想过要诓骗大家分毫。这些上好的优等棉种，今日便分文不取，全数发给在座愿意试种的农户。另外，大家看好这叠契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只要秋收时棉袍交上来，成色达标，我燕家便以高出市价1成的价钱，当场现银结清。若是遭遇天灾长不成，这种子钱也不用你们赔付哪怕1个铜板。契书就在此处，按个红手印儿，即刻生效。再说，这伺候棉花并非难如登天，只要按照咱们燕国教的法子去种，再贫瘠的荒地也能结出最好的棉袍。我燕家不仅免费派发棉种，还会专门请经验老道的农把式常驻村庄，手把手的教大家翻土沤肥的本事。大家伙儿若是想在下辈子吃上一口饱饭，不再受人盘剥，今日就得有胆子迈出这一步。成，我老汉今日就带头信云大掌柜一次，只要能让家里的娃娃吃上一口饱饭，老头子我这把骨头就豁出去了。今日辛苦你了，那帮固执的村汉，也就只有你这番魄力和手段能镇得住。他们并非顽固不化，只是真真切切的穷怕了。只要给他们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活路，他们必定比谁都要勤恳。如今原料的来路彻底敲定，咱们燕家的织造坊往后便真正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了。全完了呀！老天爷不开眼，几十年都没遇见过这等邪门的大汉。这哪里是在种棉袍，这分明是要咱们的命啊！云大掌柜，
当初可是你立下字据让咱们种的，如今老天爷不给咱们活路，地里眼看着就要颗粒无收，咱们一家老小的口粮谁来赔付啊？这一期的棉头若是毁于一旦，燕家不仅要折损巨额银钱，这些刚刚燃起生机的百姓，怕是也会彻底陷入绝望的死局。清月，别硬撑，吩咐账房里还有些结余的现银，我赔得起，大不了咱们从长计议，再想别的出路。秦都，还没到认输的时候。乡亲们先回家，明日午时，若是老天爷还不肯降下甘霖，我云清月定当自散家财，赔付大家双倍的活命口粮。清月，你要做什么？那种折损寿元的事，我绝不准你再做。秦都，我有分寸，这一方百姓的生计，我既然应下了，便定要守住。云起，雷鸣，雨落。你怎么能如此不顾惜自己的命？我没事，秦都，你看，他们活过来了。神了，真是神仙显灵了！那场甘霖过后，这棉桃长得竟比往年风调雨顺时还要好上100倍。云大掌柜，您就是咱们全村人的救命活菩萨呀！这等成色，丝缕极长，刃刃如云，已是极品中的极品。即便是在繁华的京城，在那些皇上的手里，也绝见不到这等上好的原材。诸位商后的东家，掌柜请看，这批新织出的如意锦，所用原材乃是经了天降甘露加持的极品天水棉，不仅经纬细密坚实，更带着寻常棉帛绝对没有的淡雅清香与极佳韧性。好帛，这乃100年难遇的上乘好帛啊！燕大东家，这批货我们江南商会全包了。京都，属于我们燕家的全盛之代，拉开大幕了。夫人，敬先！母亲，京都，快备车去杏林医馆。老夫人这是常年积劳成疾，假日前阵子受了太大的惊吓，忧思惊惧过度，致使邪毒入体，急火攻心。如今高热不退，神智已然陷入了深度的昏迷。老先生，您医术高明，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夫人！此等凶险的急症，药石罔效啊！眼下并没有绝对能对症的良方，只能看老夫人自己能不能熬过今晚这道鬼门关了。燕老太爷，您和少东家，还请早做最坏的打算吧。母亲，您为这个家操碎了心，清月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您出事。母亲，您定会身体康健，长命100岁。我这是在何处？夫人，你终于醒了！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奇了，真是奇了！高热恶毒尽退，全身气血脉象竟然全都平稳复原了。老朽悬壶济世数10载，此等神迹简直闻所未闻，堪称杏林史志上的奇迹啊！清月，你是不是又……母亲能平安醒来，便是大吉。清月，你过来。母亲昨夜虽在混沌之中，却好似听到你在我耳畔声声的呼唤。是你在阎罗王的鬼门关前把母亲生生拽回来的吧？母亲说笑了，那是您自个儿福泽深厚，命不该绝。清月不过是在榻前诚心祈福，是老天爷听到了燕家的期盼。清月，母亲这条命算是从鬼门关硬生生捡回来的。昨夜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幽冥深处，母亲听得真真切切，是你一直在耳畔唤我，求我回来。母亲，您是咱们燕家的定海神针，阎罗王哪里敢收您去啊？好孩子，
母亲心里如明镜一般，打你进门起，外头人都嚼舌根，说你是来给清都冲喜的。可母亲早就看出来了，你才是咱们燕家的贵人，是咱家的福星啊！往后在这府里，别提什么婆媳不婆媳的，你就是母亲的嫡亲闺女。日后谁若是敢让你受半点委屈，母亲头一个不答应。母亲，您不知道，幼时在云家，我口不能言，能眼睁睁看着继母将我碗里的残羹冷灶倒去喂狗，看着继妹抢走我冬日里唯一的御寒炭火。我原以为这辈子便只能在泥沼里这般搓磨致死，直到遇见了您，遇见了燕家。苦命的好孩子，那些苦难都熬过去了，从今往后，那些黑了心的人，休想再近你的身。你昔日受过的委屈，母亲日后定要一分一毫的替你讨回来，补回来。清都，咱们燕家上辈子到底是积了什么通天的阴德，才能娶回这么个掏心窝子的好儿媳呀？父亲说的是，清月当真是咱们燕家的福星。半年后，有了燕家举足上下的鼎力支持，云清月大刀阔斧，收鸡爪，揽名将，立下清都字号。短短数月，燕家商道便如摧枯拉朽般席卷了整个江南。各位商界同僚，经过商会连月来的盘账与核算，今年咱们江南府的首富榜单已然出炉。清都字号开业仅仅半载，流水进账已然冲破江南100年商道之纪录。现正式宣告，燕家荣登江南首富之位。燕家大少夫人云清月已正式成为咱们江南有史以来首位执掌乾坤的女首富。老朽在这江南商道上苦心经营了整整30载，今日竟然输给了一个还不到20岁的黄毛丫头。时移世易，固步自封者，终会被这滚滚商潮所吞没。钱东家，承让了。云首富，云首富，云首富，你是咱们整个江南府的骄傲啊！当初我暗中筹谋，散布谣言，想尽一切阴招都没能整垮燕家。如今我竟是一败涂地，连仰望他的资格都没了。江南有史以来的首位女首富，清月，你不仅成就了一段无人能及的商道传奇，更彻底击碎了世俗那些说女子不堪大用的腐朽偏见。若非你当初在燕家危难之际拼死护我周全，给我毫无保留的信任，我也断无机会能站在这江南之巅。是你力挽狂澜救了燕家的基业，一时救了我的命。将那个任人践踏欺辱、口不能言的卑微孤女，到如今名震江南的天下女首富，这条铺满金箔的锦商亭，不过才刚刚拉开大幕。多谢燕夫人，多谢燕大东家。拿着书册好好念书，日后有了大能耐，去看看这江南之外更广阔的天地。清月，你看，当初那片死寂干涸的荒田，如今不仅长出了漫山遍野的天水棉，更长出了无数寒门底地的希望。能寄人一时，唯有这书卷里的学识，能彻底改人一世的命数。当初我曾立誓要将你护在羽翼之下，可到头来，竟是你一肩撑起了燕家的100年门楣，为我撑起了这片天。夫妻一体，说什么两家话？燕清都，你可还记得我当初在病榻前对你许下的那句“长命百岁”？自然记得，那是你对我下的这世间最美好的咒言。从云家那个任人欺凌、命如草芥哑巴弃女，到如今名震天下的第一首富，我曾以为这份能逆天改命的严灵之力，是一道催命门的枷锁。直到遇见燕清都，我才真正明白，这世间最强大的严灵，从来都不是什么呼风唤雨的神迹，而是岁岁平安，万事顺意。